大家好，我是丘比，我现在在陕西咸阳。今天我们照例来看一座古墓。大家有一部电视剧经常看《封神榜》，从小看到大的。没错，这里就是姜子牙墓。姜子牙墓在全国地方很多，特别是在他老家河南也有一座姜子牙墓，这里也有一座。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他这里呢也是周陵，就是属于说周文王、周武王就在我身后这里，所以很多人说他这个姜子牙墓是属于周陵的陪葬墓，因为他是周朝那个时候的开国元勋嘛，我们看电视剧就知道了。姜子牙、封神榜、姜太公钓鱼，关于他的故事很多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。前面这个封土堆就是姜子牙的封土堆，这两边是一些果园。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陵墓啊，特别陕西周边都是果园，有些是苹果园都有。在这边后方啊，就是周武王，像远方一点就是周武王的墓，然后旁边还有个周文王。每天来这里游览的人还挺多的，你看前面又有游客过来参观了。这个姜子牙离现在很久了，大概3000多年前。他当时我们也知道，他有一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，这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是不是？可以看到这里很多这种葡萄树，这个果园好像已经收起来了。这个葡萄感觉都采摘完了。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地方有葡萄，前面就是封土堆。这个封土堆不是太大，也就是感觉5、6米高，因为毕竟3000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大家谁也想象不到能够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个他也是辅佐了文王，又辅佐了武王，所以说他们有一个很历史，我们常说的武王伐纣嘛，就是这个故事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看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姜太公钓鱼，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关于姜子牙的故事，姜子牙的纪念的东西。这里天天时时刻都有飞机往这里飞过啊，因为下面就是机场。大家可以看看齐太公，这还有人来祭拜祭祀，可能是后人还是其他人，所以随时都有人来参拜他。齐公、齐太公为什么叫齐？他是封地是齐嘛，就是当时我们说的那个有个分封制一样的，有当时分了齐国，还有那个晋国，对吧？我们上封土堆上看一下，它这里又在下雨，咸阳这几天天天下雨。这边，它这个封土堆其实也不高，也就是5、6米高。看看那边就是武王、文王、周陵就在那边，两个封土堆是很相近的。北边就是机场，机场就在那边。这个姜太公钓鱼，我们说齐，它是封地是齐，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，有一个秦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这些国家，那齐国当时就已经不是姜子牙的后代了，是田氏代齐，这个大家都了解吧？田氏代齐，这个也挺媚，就我们说的自己的国家没了。下大雨了，下大雨，我们准备下去吧。今天天气不太好。刚才忘记说了，这块碑齐太公碑也是属于毕沅写的，陕西的帝王陵比较有名的墓都是他题的，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我们绕着走一圈，看一下姜太公姜子牙。他的故事大部分人都是通过《封神榜》来知道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开玩笑：“师兄，申公豹来看你来了。”对吧？大家开玩笑这样说。你看看现在周边都是果园，3000多年前的人物，现在坐落在这个地方，等于是这个姜子牙的墓其实是被葡萄园包围的，它四周都是葡萄园。我刚才在这边随便转了一下。来这里祭拜他、来参观的人，游客就很多。可以看到飞机降落源源不断，这个地方机场就在这里，所以说它有机场陪伴，有每天有飞机陪伴。最后说一点，我们说武王伐纣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都是通过电视剧来知道的。但是有一点大家要了解一下啊，就按照资料记载，纣王。就是商朝的纣王是当时的华夏的
最后一个人王。我们经常看影视剧、看一些神话都知道有个人王，就那个时候人王是比天子大概还高一级。但是封神榜之后，就是封神之后嘛，就是纣王死后就没有了